Hello， 大家好，我是 Liz，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不知道大家这个新年过得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在过年前的几天，我带我的家人去新加坡的公立医院做了一个很小的日间手术，差不多就是只要住1晚的那种微创手术。我想给大家2秒钟猜一下，你们猜一下这个手术花了多少钱？花了18900新币，差不多就是10万多人民币吧，是不是超夸张的？我当时看到这个数字我都惊呆了。所以这期视频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加坡的医疗费用，并且跟大家聊一下像我们普通人怎么样减轻自己的医疗负担，万一住院或者生病的话。然后还想顺便讲一下新加坡的本地人有没有像中国这样的基础医保这样的保障。那我们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吧。其实我跟大家讲啊，虽然这个手术是花了差不多10万多块钱，18900新币，但是实际上呢，我的家人并没有真正的花这么多钱，因为他当时买了一个医疗保险，保险就可以报销18000，所以其实他只需要出900块钱。如果是新加坡本地人的话呢，因为他们有 MediSave account， 所以剩下的那900块钱也会从他们那个账户里面去扣，其实他们是不用花1毛钱的，不用花1毛钱现金的。而这次为什么我家人的医疗费那么贵，因为他住的是 A 级病房，就是单人病房。我这里贴一张表给大家看一下各个不同病房的差别。A 级病房呢，就是政府医院里的单人病房，有独立的卫生间，而后面的 B 级、C 级呢，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同一个病房了，可能跟4个人、6个人、8个人分享。所以在政府医院里面 ，A 级病房当然就是最贵的了，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医疗费用比较高的原因。当然了，就算你住 B 级病房或者 C 级病房的话，医疗价格也不低。如果全部由自费承担的话，还是有那么一些压力的。尤其是那些在新加坡这边打工的人来说，可能1个月的工资就没了。这时候就体现了在新加坡生活医疗保险的重要性。其实我发现很多来新加坡读书打工的人，他们并没有这个自我保障的意识。比如说，就像我当时刚来新加坡，差不多15、16岁的年纪，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买医疗保险这个东西，我当时也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所以说我那时候玩柔道骨折嘛，所以全部是自费，最后还是回国治疗的。其实像我那个时候如果买的话，可能1年也才400、500块钱。就像我现在20多岁，买1年可能也就才500多块钱。如果只买公立的单人病房的话，这种医疗保险是越年轻越便宜。如果我们真的不幸生病住院的话，这个医疗保险真的可以帮我们 cover 掉很大一部分的支出。如果对医院环境有要求，不想排队去公立医院看病的话呢，也可以购买私立医院的保险。如果买私立医院保险呢，也就是价格会贵一些，但是它也可以 cover 掉公立和私立2种医院的单人病房。一般来说，根据我们购买的保险公司的保险，那些保险公司会提供一张指定医生的名单，里面会有一些非常有资质的医生。如果我们是看这些医生的话，不管咱们的自费部分是多少，它的顶线也不会超过3000新币。一般来说，保险公司的指定医生数量都挺多的，足够大家选择，而且一般保险公司他们的指定医生的名单也大多是重叠的，因为这个指定医生必须有至少5年的资质经历，并且在过往没有任何的黑历史或者说不良记录，收费也要合理才能进入名单。就现在新加坡的情况而言，医疗保险最多可以报销总医药费的 95%， 剩下的 5% 就是自费。所以说如果我们选定的是保险公司的指定医生，自费的 5% 那个部分就算是超过了3000，他也只会收你3000，顶线不会超过3000。那如果咱们选定的是保险公司的非指定医生，自费部分是超过那3000块钱的话，我们就要全部自己支出了。所以一般来说大家都会找保险公司的指定医生啦。哦对了，我这边还有关于新加坡公立和私立医院的干货，就是哪一个医院比较擅长哪一个部门的治疗。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也可以直接私信我，我可以发给大家进行分享哦。话说回来，有一些在新加坡生活了很久的移民或者说本地人，一般都有新加坡政府帮忙购买的最基础的医疗保险，也就是像我们中国的医保，叫做 MediShield Life。不过这里说既然是最基础的，那也只能保障一些最基础的权益，所以他们一般都只保 B2 和 C 级的病房，病人就需要跟6到8个人来分享病房。所以很多新加坡本地人呢也会升级他们的最基础的医疗保险，也就是 IP Integrated Shield Plan。 这样的话就是病人能够在病痛的时候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去养病休养生息，并且家人和朋友呢也会更容易的更方便的过来探望。说实在话，当时我看到那个费用单一过来，我真的2个眼睛我都要掉下来了，超夸张的18900，10万块钱人民币去做一个小小的日间手术。我当时心想，幸亏我的家人有买保险啊。所
所以我真的觉得在新加坡买医疗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对于外国人在新加坡来留学或者工作的人。而且我觉得最关键的是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保险经纪人。什么叫靠谱呢？就是说在你生病的时候，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在你身边帮你处理一切这种琐碎的索赔事情，至少他人在那边，你能找得到人。好啦，那么我们这期视频就说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我这些小信息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投资、理财、保险的需求呢，也可以来找我哦。你们可以直接在我的简介里找我的信息，或者说私信我。那我们下期再见，不见不散，拜拜。